我重生成了一颗平平无奇的黑蛋。可神级天赋的校花只是看了我一眼，就不顾众人阻拦，非要契约。不仅每天都要抱着我睡觉，就连洗澡时都要把我带在身边。只因校花乃是武道大帝重生归来，本想按前世记忆契约极品冰凤，可没想遇到了穿越成龙蛋的我，于是果断放弃冰凤，转头就契约了我。此时九霄学院内，顾清寒紧握双拳，想到上一世为了修炼极致的武道，只是随便契约了个弱小的灵兽，没想到武道之路走到尽头，都始终未能突破。不但灵兽被轻易屠杀，就连自己也死在了兽巢当中。如今他绝对不会重蹈覆辙，要专心研究御兽之道。记得上一世在这具兽之巢中，有一只成长性极强的灵兽，前世就是因为自己的傲慢，导致这只灵兽被别人契约。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得到它。随着巨兽之巢开启，众人急忙走了进去，而拥有前世记忆的顾清寒很快就找到一只蓝色的走地鸡。别看他现在这么矮小，日后可是能成为仅次于龙族的凤凰。就在顾清寒准备与其契约时，旁边突然爆发出一股极强的威压，正是转生成为龙蛋的我。此时我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，发现四周一片黑暗。就在我疑惑之际，脑中传来叮的一声，恭喜宿主重生成龙，已绑定金词条系统，每升一级就可以获得一个金词条。看着脑海中的信息，我嘴都笑歪了。自己不但穿越御兽世界，还觉醒了系统，成为了龙种。等等，御兽世界，那我岂不是一只需要别人契约的灵兽？想到这里，我就一阵无奈，希望契约我的是一个漂亮小姐姐吧。与此同时，顾清寒眼中满是震惊，这是龙威？难不成这是一颗龙蛋？在御兽世界，龙无疑是至高无上的存在，可以说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灵兽。可这种生物竟然出现在了巨兽之巢。顾清寒连忙走上前，与眼前这枚兽蛋签订契约。随着龙蛋爆发出极强的金色光芒，顾清寒手臂上忽然出现了一块小型的龙形图腾。完成契约之后，他查看起龙蛋的属性，然而却无法查看任何信息。难道是因为还没有孵化吗？顾清寒并没有多想，将龙蛋抱起，朝着出口走去。而龙蛋内我感受到一阵异样，难道是被人契约了？随即召唤出系统面板，查看契约状态。我去，居然真的被契约了，还是个女生。丁，当前亲密度3，等级1级，当等级达到2级时，您才能破壳。破壳吗？小韩寒，我能不能快点破壳就全靠你了。随着巨兽之巢关闭，众人都带着契约的灵兽离开。就在他们各自炫耀时，一个女生自信地走了过来，而她怀里正抱着此前那只走地鸡。柳如烟，我没看错吧？你竟然契约了一只鸡，这不是白白浪费你的天赋？似是感觉到了众人的恶意，那走地鸡猛地仰天长鸣了一声，声音之大，使得整个学院都为之一震。众多老师和院长在惊讶过后露出狂喜之色，是凤鸣。没想到这竟是一只凤凰血脉的灵兽。惊讶之余，众人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柳如烟契约了一只神级灵兽，那顾清寒呢？这俩可都是学院的天才校花。在所有人的期待中，顾清寒缓缓走了出来。可就在这时，异变突生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恍如末世降临一般，一股神秘力量在云层中翻涌，形成了一条黑色的虚幻巨龙。竟是天降异象。院长武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随即立马吩咐道：那些家伙肯定也都坐不住了，无论如何绝不能让他们把清寒挖走。与此同时，各方势力的大佬纷纷朝这里赶来。异象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消散，只见顾清寒抱着龙蛋缓缓走出。此时的他还不知发生了什么，当众人看清他手上抱着的蛋时，瞬间傻眼了，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冒着这么大风险去契约一个还未破壳的灵兽。空中徘徊的诸多强者也都紧皱眉头，他们竟感受不到蛋内的气息，甚至感受不到是什么种族。这时一名学员突然尖叫一声，我知道了，刚才的异象并不是顾清寒引来的，而是柳如烟，是柳如烟手上的灵兽。他的话瞬间点醒了所有人，我就说嘛，一颗破蛋怎么可能引发出这么恐怖的天地异象？而那些围观的强者这才明白，原来是认错了主角。面对众人羡慕的眼神，柳如烟骄傲地抬起头，对着顾清寒做出一个挑衅的动作。还以为你能契约什么了不起的灵兽，原来是一颗死蛋，果然还是和上一世一样吗？这只冰霜凤凰同样选择了柳如烟，不过自己可是找到了更恐怖的灵兽。想到这里，顾清寒冷笑了一声，契约了一只神级灵兽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呵呵。既然如此，你敢不敢与我赌一场？1个月之后你我决斗，输的人就离开学院。闻言，武林等人刚想出声阻止，可顾清寒却直接答应下来。这可是你说的，1个月之后，我要让世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天才。接下来几天，顾清寒都在准备孵化需要的东西。他先将龙蛋放进了孵化装置中，紧接着滴入一些营养液，再用御兽之力进行孵化。随着蛋内温度开始升高，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包裹着，暖暖的很舒服，而经验值也在不断增加，距离破壳越来越近。就这样，顾清寒用相同的方法孵化了3天3夜。随着一阵咔咔声，龙蛋上不断出现裂缝。见此，顾清寒异常激动，小家伙，我可是把全部希望都赌在了你身上，不要让我失望啊！龙蛋内，我不断吸收着营养液，终于达到了2级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金词条无限吞噬。看到第2个词条的效果，我都惊呆了，奖励果然逆天。下一秒，我直接破壳而出，兴奋地看着周围，看样子是在女生宿舍。我去，还有黑丝！就在我震惊之时，一双玉手直接从后面将我抱了起来。小家伙，真是让我好等啊！仔细查看后，顾清寒狂喜，竟然是纯正的龙族。等等，这颜色竟然是黑色，即便是龙族，同样有血脉强弱之别，身上颜色就是最简单的分辨方式，蓝、红、白、紫。
金记得上一世，他曾见过一名神级御兽师驾驭了一条金龙，在整个世界无人能敌，但那也只是金色，这黑色又是什么血脉？难不成比金色还要更强？想到这，顾清寒开心地将我搂进怀中。小家伙，你可真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！随即他又将购买好的瘦肉拿了出来。小家伙，你饿了吧？我瞬间两眼放光，拿起一块瘦肉就啃了起来。丁，吞噬瘦肉，获得生命值上限+1，真不错。吃东西还能增加基础属性。在我大快朵颐时，顾清寒查看起了属性，祖龙血脉。顾清寒整个人都懵了，岂不是说这小家伙有了堪比祖兽的血脉之力？恐怕以后的潜力比自己这个主人还要恐怖。想到这，他心中暗暗发誓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要好好培养这小家伙。5分钟后，看到我填饱了肚子，顾清寒连忙将我抱起，冲出了宿舍。我们快走，副本要开启了。对了，以后就叫你马克吧。与此同时，副本广场上早已人满为患，老师们正组织着班上学员有序进入。这3天时间内，契约了灵兽的学员都被分配到各个班级当中。柳如烟更是进入了一班天才班。至于契约了一颗死蛋的顾清寒，则是被老师各种推脱，最后才把他补到了9班。此刻9班的老师徐小燕正一脸焦急，清寒呢？还没来吗？他话音刚落，立马就有几名同学嘲笑道：“老师，依我看，他是没脸来了。”就是他说不定现在还在孵化那颗死蛋呢。面对众人嘲笑，顾清寒的好闺蜜欣然刚想回怼时，却发现顾清寒正抱着一只灵兽朝这边走了过来。清寒，这是那颗蛋成功孵化了。顾清寒点了点头，抱着我走到了班级里。哈哈哈，这是什么四不像吗？该不会是那颗死蛋根本没孵化出灵兽，你随便在地摊上买的吧？对此，顾清寒只是冷笑一声，他们根本就没见过真正的龙族，又怎么知道这是幼年的小龙？看到人已经到齐，徐小燕咳嗽了2声，说道：“大家依次进入副本吧，时长3个小时，在里面每击杀一只灵兽，就会获得相对应的分数，排名前10会有丰厚的奖励。”众人应了一声，便开始进入副本了。随着传送结束，我发现自己正处于山谷之中。马克加油，就看你的了。我点了点头。一声龙吼声响彻周围，紧接着一道黑影从地底凸起，对我发动了进攻。小心，这是穿山鼠，它会打洞。闻言，我迅速躲过穿山鼠的攻击。眼看猎物要钻地，我冲过去，一身龙爪洞穿了对方身子，击杀穿山鼠，获得经验值+3。听到副本的声音，顾清寒兴奋地挥舞了一下拳头。马克，你太厉害了！快，我们只有3个小时，乘胜追击。随即又有好几只穿山鼠钻了出来，甚至还有一只等级比我还要高。正好，那就一网打尽吧。想到这，我仰天一声龙吼，祖龙血脉的威力完全展示了出来。那些穿山鼠发出害怕的叫声，蜷缩成一团，纷纷跪在地上。趁此机会，我急忙上前将他们一一击杀。击杀穿山鼠，获得经验值+3。击杀穿山鼠，获得经验值+3。这么多，应该能获得不少经验值吧？我当即调出系统面板，发现马上就能升到3级了。既然这样，顺便吞噬掉这些穿山鼠的肉吧。想到这，我捡起尸体便咀嚼了起来。可刚吃第1口，就差点吐了出来。我呸！这是龙吃的吗？见此，顾清寒急忙跑过来说道：“等等，我帮你加工一下。”说着，他拿出了一个装置，只要将肉放进其中，就能够自动加热。等穿山鼠肉加热之后，味道的确比之前好上不少。丁，吞噬瘦肉穿山鼠，获得防御力上限+1，这次竟然获得了防御力，不错。可就在这时，大地突然一阵起伏，不好，又有灵兽出现了。顾清寒话音刚落，一只体型巨大的穿山鼠便冲了出来。这是一只高达7级的穿山鼠王。马克，小心！闻言，我提起了12分精神。巨大的等级差让自己不敢大意。而这时，穿山鼠王冲来，用利爪疯狂进攻。我不断躲闪的同时，一爪打在对方后背上，但对他那坚硬的皮肤没起半点作用。眼看攻击无果，顾清寒很快发现了穿山鼠王的弱点。马克，攻击他的肚子。我顺势看了过去，果然那里的皮肤光秃秃的，没有任何护甲。抓住机会，我一记龙爪攻向了对方肚子。可这一瞬，穿山鼠王开启了防御姿态，立马蜷缩成一团，防住了我的攻击。我去，还能这样！在我震惊之余，穿山鼠王展开身躯攻向我的背部，随着撕拉一声，我的后背上多出了几道爪痕。马克，顾清寒担心的大喊一声，可下一秒却又瞪大了眼睛。只见我背部的伤口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，几个呼吸之间便恢复如初。这就是祖龙血脉吗？好恐怖！如此一来，即便是等级不占优势，也能凭借超强的恢复能力对抗鼠王。马克，用你的恢复能力卖个破绽，然后找机会攻击他的肚子。我点点头，转身就跑。那只穿山鼠王看到我露出后背的空档，又是利爪攻击。可这一次我早有防备，并接下攻击的瞬间，用龙爪划破了穿山鼠王的肚子，身子遭到重创。穿山鼠王转身就要钻入地下。马克，千万别让他逃走了！顾清寒话音刚刚落下，我就有了行动，一爪直接洞穿了穿山鼠王的肚子。丁，击杀穿山鼠王，获得经验值+30，您的等级提升到3级，获得依次抽取金词条次数。抽取！我激动地说道，恭喜你获得绝对贯穿，每次攻击有80%的概率无视目标任何防御类技能。护甲可直接攻击目标本体。我去，能破甲的金词条真不错。此时距离副本开启已经过了1个半小时，广场屏幕上显示着积分排名，柳如烟以17分一直遥遥领先，众多老师皆是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这小妮子若是以后多加培养，说不定会成为大师，甚至是宗师级的御兽师啊！无名，如烟可是在你们班里，可要好好培养啊！无名自信满满的说道。这是当然，至于另一个天才，那就要问问徐小燕班主任了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的目光便汇聚在了徐小燕身上。呵呵，你们再看看积分排名，屏幕上，顾清寒瞬间来到了第2名的位置，距离第1名的柳如烟也只有1分之差。众老师心中震惊万分。院长，这武林也是十分惊讶，难道清寒契约的那颗死蛋孵化出了史诗级灵兽？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之所以还差1分，是因为顾清寒
为了给我准备食物浪费了许多时间。此刻副本中，顾清寒和我又遇上了滚石兽，这类灵兽行动十分灵活，而且都是成群出现，能够扔出石块进行攻击。当一人一兽反应过来时，已经被数十只滚石兽包围了。马克，小心他们扔的石块！我一边躲闪攻击的同时，一边用龙爪将飞来的石块拍飞出去。这些碎石虽然构不成威胁，但着实是有些烦人。击杀掉你们，我就能获得大量经验值了。想到这，我直接启用蛇皮走位，用龙爪将他们逐个击破。这些滚石兽死后都变成了一块块碎石，变成石头，那不就没办法吞噬了吗？就在我感到郁闷时，那些碎石竟然快速汇聚在一起，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灵兽。顾清寒小脸一惊，提醒道：“马克，小心，这是巨石兽，是那些滚石兽的进化形态，防御得到了大幅度增强。进化形态，难怪体型增大了不少。嘿嘿，只要把你干掉，我就能升到4级解锁技能树了。”想到这，我主动发起了进攻。若是其他灵兽遇到巨石兽，或许会束手无策，毕竟它拥有一身巨石作为防御，寻常攻击根本不起作用。但在我的绝对贯穿金词条面前，这防御简直是形同虚设。这一爪落下，巨石兽的生命值直接下降了大半。就在我准备再次进攻时，巨石兽举起岩石就砸了过来。见到自己的攻击被躲避，巨石兽被激怒，不断甩出岩石。马克，攻击他前面发光的眼睛。得到顾清寒的提示后，我瞅准机会，一爪拍向巨石兽的眼睛。叮，击杀巨石兽，获得经验值加30。恭喜宿主升到4级，技能树已开放，获得依次抽取次数。我大喜，又能抽取金词条了。抽取，叮，恭喜您获得太古龙炎，能从口中发射出温度极高的火焰，且附带灼烧效果。嘿，终于有一个主动进攻的技能了，技能树也开放了，让我看看有什么奇妙的地方。随着我点击查看，面前顿时出现了一棵巨大的漆黑树，里面有各种分支，看得龙眼花缭乱。我轻轻点了其中一个裂空斩，所需技能点15，竟然要这么多。现在我的技能点只有1，先把最基础的给亮吧。于是我点击了技能树的第一个分支，叮，成功点亮技能龙爪撕裂，有20%的概率对目标造成流血效果，每秒损失1%的生命值，持续时间为10秒。下一次进化需要3技能点。见此我感到十分意外，这龙爪撕裂居然还能继续升级，看来得多弄一些技能点啊。与此同时，巨石兽尸体旁突然多出了2本巴掌大小的书。顾清寒发现后顿时激动了，这是经验书，咱们这运气也太好了，竟然能从灵兽身上爆出。马克，快去打开，它能帮你快速提升经验。我点了点脑袋，拿起了地上的经验书，下一秒提示音就响了起来，成功使用低级经验书，获得20经验值。我去，2本经验书直接增加了40的经验。叮，恭喜宿主等级提升到5级，开启第一次进化。随着系统声音落下，我突然感觉一阵困意，晕了过去。此时距离副本开启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，大部分学员都因为灵兽受伤离开了。众人哀叹着来到了广场，当他们看到积分榜前2名时，瞬间被吓了一大跳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顾清寒竟然是第1名，难不成那颗死蛋孵化出了比凤凰血脉还要强大的灵兽？而碎石山谷内，我成功完成了第1次进化，体型增大了一些，外观也变得更加威武。感受到身体发生的变化，我迫不及待查看起了系统面板，发现多了一个进化树，其中与技能树一样都有很多分支。先点亮这个吧。叮，成功点亮进化树分支，鳞甲防御，防御力会大幅度增加，且有几率反弹一部分目标所造成的攻击。您的等级提升到5级，获得依次抽取次数，又能抽取1次金词条了，真不错。抽取，叮，恭喜您获得金词条，兽语精通，能够听懂各种灵兽的语言。我忍不住笑了一下，这个倒是有点意思，以后或许会有很大用处。顾清寒看到我进化之后也是十分高兴，连忙将我举起打量了一番。马克，你变重了，身上的鳞片比之前坚硬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传来了副本即将关闭的声音。马克，副本还有半个小时就要结束了，我们再加把劲。随即一人一兽以碾压的姿态几乎扫平了这谷中的所有灵兽，而积分也在急速增加。当最后10分钟时，柳如烟自信满满的离开了副本，他认为这个第1是10拿9稳了，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。不知道这第1名能得到什么奖励。就在柳如烟扭头问院长要奖励时，却看到了积分榜上的排名。什么？我竟然是第2名？院长，一定是副本出问题了。顾清寒怎么可能拿第1？武林无奈的摇了摇头，他手上的装置显示副本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。这时班主任吴明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如烟不用着急，副本马上就结束了，要是真发现他作弊，到时不仅会取消分数，还会给予严厉的惩罚。吴明，现在就下结论未免太早了吧？是不是作弊，你自己清楚。就在2人争论不休时，时间结束，所有还在副本中的人被传送出来。顾清寒深吸了一口气，马克，有点紧张呀，我们会排第几呢？当他转过身看到榜上的排名时，被吓了一大跳。我乐个豆，咱们竟然是第1！那是自然，也不看看咱们杀的都是什么等级的灵兽，一只7级的穿山鼠王，一只7级的巨石兽，这要是让别人遇上，那不直接炸了吗？可就在这时，柳如烟突然冲过来说道：“顾清寒，你一定是作弊了，就凭你这只没见过的蠢灵兽，怎么可能得第1？那是你见识少，我的灵兽可比你多了。”眼看2人还要争辩下去，武林皱着眉头站了出来：“好了，如烟，你有点过分了，有没有作弊？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此次成绩有效，清寒，恭喜你获得了本次第1，跟我走吧。”柳如烟虽心有不甘，可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顾清寒跟着院长离开。10分钟后，武林办公室当中，清寒啊，这就是你的灵兽吗？我怎么从未见到过？它究竟是？这是一只幼年的龙族。闻言，武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你没在与我开玩笑吧？要知道，龙在整个夏国也不曾见过一只这种等级的灵兽，怎么会出现在一颗死蛋里？哎，
看来这丫头是被打击到了，都已经出现了幻想。武林哀叹一声，把这次第1名的奖励拿了出来：百草膏、清河药剂、经验果实、防御护符。接过给的奖励，顾清寒感谢道：“谢谢院长。马克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得到的奖励，不错吧？”我下意识咽了下口水，又有好吃的了。可准备伸出龙爪去拿时，武林身后突然走出来一只庞然巨兽，那是一只威武的老虎，周围散发出丝丝雷电之力。院长，这难道是神级灵兽玄雷神虎？武林笑着摇了摇头：“是玄雷神虎没错，只是勉强达到准神兽罢了。”就在这时，玄雷神虎低吼了一声，死死盯着顾清寒手中的我。这里竟然还有一只小老虎，小子，欠扁是吗？被嘲讽的玄雷神虎向前迈出一步，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威压。由于学会了兽语精通的金词条，我自然能听懂玄雷神虎所说的话。就你也敢和本龙在这里叫嚣？我低吼了一声，飞向空中。祖龙威压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出来，刚才还高傲的玄雷神虎顿时像小猫似的趴在了地上，而与他完成契约的武林也感同身受，整个人被压得喘不过气。好了，马克，听到顾清寒说话，我这才将体内的祖龙威压收起。不好意思啊，院长，马克太调皮了，还请您见谅。武林深吸了口气，强行压制着心中的恐慌。没事，那我就先回宿舍了。等到顾清寒离开之后，武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天煞，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而此时玄雷神虎耗尽了所有力气，才从地上缓缓爬起，他的眼神里满是恐惧。第二天一早，随着九班众人全部到齐，徐小燕将一颗水晶搬了过来。今天来测试一下大家距离见习御兽师还差多少灵力。当水晶上的灵力值达到100时，就证明大家已经有资格成为一名见习御兽师了。是，老师。众人点了点头，依次排队测试。一名男同学走上前，把手放了上去，瞬间，水晶球上爆发出一阵微弱的光芒，灵力值37。那名同学哀叹一声，眼中满是失落。见状，徐小燕急忙安慰道：“不用灰心，御兽师之路本来就是漫长又艰辛。随着测试不断进行，目前出现的最高灵力值只有67，最后只剩下了顾清寒没有测试。清寒，加油！”顾清寒深吸了一口气，走上测试台，台下的众人则是纷纷议论：“我听说啊，一般的柳如烟在5分钟前就已经成为了一名见习御兽师。对啊，听说他正打算前往初始之森完成最后的试炼呢。”可就在这时，讲台上突然爆发出了一抹极为强烈的光芒。什么？这到底是？随着光芒渐渐散去，众人连忙查看水晶上的数字，灵力值100。我去，没看错吧？他成为见习御兽师了。顾清寒嘿嘿一笑，意料之中，早在之前他的灵力值就已经超过80，再加上副本当中和我一起战斗，突破见习御兽师是理所当然的事。恭喜你啊，清寒！不过还得完成最终试炼才行。随后在前往初始之森的路上，顾清寒的手机上收到一份任务清单。清寒，这清单上有5项物品，3天内将它们收集齐后，我会帮你申请见习御兽师的徽章。好的，徐老师。10分钟后，两人来到了初始之森外围，这里竟然有50多名御兽师聚集在此。对了，这些是别的学院的人，他们也是有了成为见习御兽师的资格才会来这里。切记，千万不要进入内围。顾清寒点了点头，他当然知道这初始之森的危险程度，内围的灵兽等级极高，一般都是高级甚至大师级御兽师才会进入其中。而此时我用鼻子嗅了嗅，感觉在这森林内部有10几道极为强悍的气息，不过在无上的龙族面前，他们都不值一提。进入森林后，顾清寒查看了一下清单上的5样物品：三色鹿的鹿角、精英灵兽的血液、暗夜狼的牙齿、暗夜狼的兽核、凝神花。这些东西想要获得倒也不是很难。说着，顾清寒带着我行动起来，很快就遇到了第一只灵兽，那是草藤兔。我低吼一声，太古龙炎从口中喷出，强大的火焰瞬间就将草藤兔覆盖，仅仅一个照面就把它烧成了灰烬。击杀草藤兔，获得经验值+7。这一幕着实把顾清寒给看呆了。哇，马克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喷火的？这威力好恐怖啊！我得意的抬起头颅比划了2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升级之后就获得了这个技能？一般来说，灵兽升级获得技能的概率极低，都得依靠技能书。难道是祖龙血脉的影响吗？就在顾清寒为此激动时，一团漆黑色的泥浆突然射来，好在我反应及时躲了过去。转头一看，发现不远处竟多了一只乌龟。马克小心，这是一只后甲龟，它的防御很高，尽可能瞄准头部攻击。我点了点头，重视起来，不能用太古龙炎了，万一烧成灰烬，那我不就没得吃了？呼！这时后甲龟又射出一团泥浆，我躲闪的同时抓住它攻击的空档，冲上前就是一肘。这只后甲龟似乎感应到危险，直接把脑袋缩了回去。我去，还能这样躲？行，打不到你的脑袋，我还打不碎你的龟壳吗？绝对贯穿！这一爪落下，后甲龟的龟壳直接炸裂开来。击杀后甲龟，获得经验值+35。10级的后甲龟竟然都挡不住马克一爪，真不敢想象这小家伙若是成长起来，那该有何等恐怖！在顾清寒震惊时，我指了指后甲龟身上的肉，哈哈，真是个小贪吃鬼。这只后甲龟身上还有不少东西嘞。说着，顾清寒将残留的大片龟壳全都收集起来，这些龟壳可以用来制作护甲，穿在御兽师身上增加防御力，也可以用来换钱。做完一切后，顾清寒将剩余的龟肉放进了加热装置中。见此，我没有放松警惕，而是时刻打量着周围。果然时间一长，各处凶兽都被这股香味吸引，一只豪猪更是直接冲了出来。嘿，又有吃的送上门而来了。我一记龙爪挥去与对方撞在一起，顿时触发了鳞甲防御，反弹一部分豪猪的伤害。
豪猪生命值-25，看到才减了这么一点，我有些许惊讶。这猪的防御比刚才那只乌龟还厚。而这时，只见豪猪浑身一抖，背后那尖刺瞬间射了过来。马克小心，这是豪猪的技能，如果不小心被炸到，可能会引发毒素。我点了点头，心里已经有了对策。既然不好躲的话，那就全部毁了吧。我喷出一股极强的火焰，瞬间将那些尖刺化成了灰烬。豪猪背后的尖刺不仅是攻击手段，更是一种防御的铠甲。如今没有了这一层防御，我动手就更加方便，直接一个龙爪撕裂将对方嘎了。击杀焰宗豪猪，获得经验值加29。丁，您的等级提升到6级，获得依次抽取次数。抽取，这一次是什么呢？我有些期待。恭喜您获得金词条、洞察之眼，能够看到各种灵兽物品的信息等。还没等我看清效果，顾清寒又指了指周围，说着：“马克小心啊，又有凶兽来了。”正好让我见识一下这洞察之眼的厉害之处。凶兽名称毒牙蛇，生命值100，等级8级，攻击12，防御11，速度16，技能毒液喷射。看到诸多凶兽详细的信息，我开心的不行。这下好了，技能也显示了出来。而这时那些凶兽正朝着顾清寒急速靠去，我也不墨迹，直接一记龙炎清场，剩余的凶兽立马停下脚步，逃也似的冲进了森林各处。马克，肉已经熟了，快来吃吧！闻言我立马飞去吃了起来。顾清寒则是去处理豪猪尸体了，不过这一次很可惜，豪猪并没有爆出有用的东西，爱没有兽核啊。马克，我们在这里休整一晚吧，到了晚上会有暗夜狼的。随着天色逐渐暗下，顾清寒有些担心，这里残留着那么多凶兽的血液，暗夜狼肯定会闻到的。如果只是1、2只那还好说，可若是超过10只以上的话，那就极为麻烦了。更何况还有暗夜狼王，那可是精英级别的凶兽啊！话音刚落，周围便传来了一阵尖锐的狼嚎声。马克，他们来了！暗夜狼王与其他暗夜狼不同，它的体型要大上很多，头顶还有月亮形标记，只要把它击杀，其他的暗夜狼就会四散而逃。我点了点小脑袋，明白了，擒贼先擒王是吧？就在两人交谈时，暗影狼王缓缓从树林当中走了出来，而他身后还跟着将近20只暗夜狼，这就是暗夜狼王。我立马用洞察之眼观看了他的信息，凶兽名称暗夜狼王，生命值100，等级15，攻击48，防御39，速度41，技能暗夜之爪，月之祝福，狼群呼唤。不愧是精英级的凶兽，竟然有15级，而且这数值和之前遇到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这样也好，把你干掉之后，一定能拿到更多奖励。我挥动着翅膀来到了狼群面前，而顾清寒则是拿出了一面保护罩放在身前，这是御兽师在野外作战时必备的东西之一。毕竟这些凶兽可不会因为你是人类就手下留情，如果在灵兽作战时御兽师受伤的话，那对双方都是毁灭性打击。这样一来，灵兽就可以放心去战斗了。这时只见暗夜狼王仰天吼叫了一声，狼群就如疯了似的朝着我冲了过去。来得正好，先打了你们这些小狼崽！我立马闪身躲过，然后绕到其中一头身后抓去，这直接给他干去1半生命值。看来这些暗夜狼的等级也不高啊，唯一难缠的恐怕就是那一只暗夜狼王了。想到这，我一爪将眼前半血状态的暗夜狼拍死，随即朝着狼王冲了过去。可还没飞多远，又有好几只暗夜狼冲来阻拦，我只好喷出太古龙炎，将其全部烧成了灰烬。见此，剩余的暗夜狼已经心生恐惧，向后退去，唯有狼王还屹立在原地。下一秒，他高高跃起，朝着我抓来，我下意识向左边躲闪，可还是被刮破了皮肤。这攻击范围竟然这么广，看来得小心了。好在祖龙血脉有着强大的恢复能力，仅隔几秒钟，翅膀上的伤口就恢复如初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暗夜狼王突然出现在我身后，我猛地转身挥动龙爪与其对撞在一起，强大的冲击力瞬间掀起了阵阵狂风。随着我发力，暗夜狼王逐渐落入下风，被震飞出去。可即便如此，他的生命值只是失去了少许。落地后，狼王似乎并不死心，一股能量快速汇聚在他的右爪之上，看样子这家伙是要用技能了。我丝毫不惧，也汇集了力量冲锋过去。砰！这一次比之前的碰撞更加激烈，两兽都纷纷倒飞出去。可等狼王落地后，他头顶的月亮形印记竟散发出微光，身上的伤势也开始渐渐恢复。马克，他在吸收月光的能量，千万不要让他恢复。闻言，我直接喷出一发太古龙炎。本以为暗夜狼王会闪身躲避，可没想到他直接召唤了附近的暗夜狼挡在自己面前。我去，这家伙竟然拿自己的同类挡刀。有了这片刻的喘息机会后，暗夜狼王的生命值也是恢复到了100点。随即他对着夜空嚎叫，似乎是在召唤同类。我自然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，又是一发太古龙炎。暗夜狼王快速躲避，但还是被火焰逼到角落当中。这下看你还往哪儿跑！我直接触发绝对贯穿打在了他身上，将其扣掉1半以上的生命值。感受到后背传来的剧痛，暗夜狼王痛苦地喊叫着，月光的恢复能力已经远远跟不上他受伤的速度。他怒吼一声，做出了最后的反抗，自寻死路。我冷哼一声，举起龙爪就要取暗夜狼王的性命，没想到他却跳到了一棵树上，朝着不远处的顾清寒冲去。我去，竟然敢对我的小韩寒出手！我怒骂一声，连忙跟上。好在暗夜狼王受了很严重的伤，没一会就被我追上一爪子带走。击杀暗夜狼王，获得经验值加69。丁，您的等级提升到7级，获得依次抽取次数又升级了。抽取，恭喜你获得金词条全力剥夺，可随机剥夺目标的技能，概率为30%，这倒是有点意思，是一个遇强则强的金词条啊。马克，来看看暗夜狼王有没有爆出兽核。说着，顾清寒收起保护圈，在地上寻找了起来。在一人一兽的搜查下，终于发现了一枚闪着蓝光的石头，找到了。顾清寒一喜，赶紧将那枚兽核捡了起来，随后又收集起了暗夜狼王的牙齿以及血液。这样的话，任务就完成3个，只要再找到3色鹿的鹿角以及凝神花。嘿嘿，马克你太棒了，连精英级别的暗影狼王都不是对手了。为了犒劳我，顾清寒将暗夜狼王身上的肉做成了美味的
肉排。吃饱喝足之后，天色渐亮，顾清寒和我又踏上了寻找三色鹿角和凝神花的路。凝神花能够帮助灵兽稳定情绪，并不算稀有，可三色鹿角却是较为珍贵，其中蕴含一股奇异的能量，只要吸收就能大幅度提升实力。一人一兽在初始之森外围搜寻了半天，终于在一处水池边发现了三色鹿的踪迹。须马克，千万别出声，三色鹿非常敏感，只要听到一丁点动静就会失身而逃。我点了点头，慢慢靠去，可就在准备出手时，突然出现一道亮光吸引了我的注意。看来别的人也盯上这头三色鹿了，那是天龙学院的人。马克，三色鹿角一定不能落入这群家伙手上。而此时，周彤和宋洪才两人也发现了对面草丛的顾清寒。这女人怎么好像是九霄学院的？九霄学院的人都是废物，不用理会。待会我去吸引三色鹿的注意，然后把他逼到你那边，有机会就直接弄死，把鹿角拿下来。说着，周彤率先开始了行动，指挥着灵兽烈焰虎朝着三色鹿冲了过去。感应到危险袭来，三色鹿立马逃离，可他不知道，宋洪才已经偷偷绕到了对面。幻音符上，随即一只蝙蝠飞向空中，发出了阵阵刺声波。三色鹿根本来不及躲闪就中招了，似乎喝了迷魂汤一般，径直倒在了地上。眼看两人已经得手，躲在一旁草丛中的顾清寒急忙说道：“马克，快，就是现在！”我坏笑一声，朝着两人冲了过去。见此，周彤二人却大笑着嘲讽起来：“哈哈哈！想做这最后的黄雀，你们也得有那实力才行。就是，赶紧带着你的废物灵兽滚，否则我的烈焰虎可不是吃素的。”看到两人嚣张的模样，我立马对那两只灵兽使用了洞察之眼。看到信息之后，我直接被逗笑了。不是，就这等级也敢在我面前叫嚣？我缓缓朝着高空飞去，紧接着爆发出了极其强大的祖龙威压。仅在一瞬间，那两只灵兽就被一股压力席卷，倒在地上，根本动弹不得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先别慌，一定是那女人的手段。我们先去拿鹿角。两人刚要动手，便感觉肩上压了一块巨石，根本喘不过气来。趁着这个机会，顾清寒已经悄悄拿到了三色鹿的鹿角。马克到手了，我们快走。估计天龙学院的其他人也要赶过来了。等一人一龙走后好一会儿，周彤二人才渐渐喘了口气来。娘的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女人的灵兽怎么这么恐怖？此时顾清寒一路跑到了安全的地方才停下。嘿嘿，现在就差凝神花了。在剩余半天时间里，我们终于在一处灌木丛边找到了一株凝神花。这下任务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就给我的马克好好升级，然后弄点好吃的。就在一人一兽准备行动时，不远处却传来了一阵凶兽的嘶吼声。我一眼看过去，体内血脉竟然产生了一丝丝波动。难道那里有我的同类？察觉到我的异常，顾清寒决定前往异兽嘶吼的地方，看看什么情况。然而越往前走，周围的空气越发冰冷，甚至都出现了地面结冰的情况。在走出大约50米后，环境已经发生了大变样，就好像来到冰天雪地一般。马克，小心一点，这里有些不太对劲。就在顾清寒打量着周围时，一只玄冰蛟从山洞里走了出来。那是玄冰蛟。看到我懵懂的眼神，顾清寒贴心解释道：“玄冰蛟是蟒类灵兽进化而来，它们的进化极为艰难，搞不好就被自己的天敌吃掉。这只能进化到这个地步，足以说明它的气运和实力。蛟类灵兽，难怪这家伙体内有着一丝丝龙族血脉啊！而且那山洞里好像还有几道十分微弱的气息。难道玄冰蛟不止一只？”就在我心存疑惑时，两侧又出现了极其细微的蹭草声。天龙学院、苍兰学院等人都来到这里，就连柳如烟也出现在了附近。看到那是一只玄冰蛟时，都十分震惊。一般来说，玄冰蛟只会攻击进入它领地的凶兽或者是人类。刚才那嘶吼声，难道是有入侵者吗？情况和他们所想的一样，玄冰蛟刚走出山洞，空中就飞过来了两只鹰类凶兽，那是疾风鹰。顾清寒一惊，疾风鹰同样是进化后的灵兽，它们天生以蛇类为食，可以说是玄冰蛟的天敌。现在一次性出现两只，那只玄冰蛟要有麻烦了。马克，待会儿我们静观其变。我指了指山洞内比比划划，顾清寒立马就明白了自己的意思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洞里面有一窝小玄冰蛟？我点了点头，应该不会感应错的。那这样的话，自己岂不成了这些玄冰蛟的老祖宗？这就有些难办了呀，总不能看着子孙们被随意屠杀吧？看到我呆呆的样子，顾清寒旋即一笑，放心吧，马克，待会儿如果情况不对，咱们就看时机出手帮忙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山洞里有玄冰蛟的蛋？没错，我的灵兽是不会感应出错的，不就是几颗蛋吗？又值不了几个钱。听到这话，苍兰学院的沈乐山直接甩去一巴掌，你懂个啥？这一颗蛋价值100万啊！闻言，众人大喜，瞬间就嗅到了金钱的味道。待会趁着他们大战，咱们就偷偷溜进山洞。现在先静观其变。而这时，一只疾风鹰按耐不住率先出手了，玄冰蛟也丝毫不退，吐出了无数根锋利的寒冰尖刺。可下一秒，疾风鹰的身体开始急速旋转，化解掉了对方所有攻击。与此同时，另一只疾风鹰抓住机会，绕到后面，在对方身上留下一道大伤口。看到玄冰蛟落入下风，苍兰学院众人心中狂喜，甚至有2人直接冲了出去。这2个白痴！沈乐山怒骂一声，抑制住了旁边冲动的几人。而那2人刚冲出去1秒，周围的温度便骤然降低，无数碎冰快速汇聚在玄冰蛟身上。紧接着，一股极其恐怖的寒冰之力自其中爆发出来，凡是涉及到的事物都被冻成了冰雕。那2只疾风鹰则是飞向了空中躲避寒气，它们的速度极快，就算是玄冰蛟这种等级的生物，想要攻击到也是极为困难。躲避掉玄冰蛟的攻击后，那2只疾风鹰开始了不间断的疯狂进攻。没过多久，玄冰蛟身上已经遍体鳞伤。机会到了，走，发财去！说着，沈乐天带领众人悄悄进入了山洞里面。顾清寒正准备动身前往，身边却传来了柳如烟不屑的冷哼声：“一群白痴，简直是自寻死路！怎么，你也想去送死？”显然，他也感觉到了那洞穴处还有一道不弱气息。顾清寒没有理会，只是看了他一眼，便抱着我溜进了洞穴当中。呵呵，你就等着徐老师来替你收尸吧。那里面其实还有一只玄冰蛟。冰冷的洞穴里，
里，只见一只处于濒死状态的玄冰蛟正盘旋在里面，而他身边还有6枚尚未孵化的蛟蛋。进入洞穴后，沈乐天等人顿时懵了，娘的，这洞穴里怎么还有一只？等等，他好像受了重伤，哈哈哈，这可真是太棒了！众人立马命令自己的灵兽发动进攻，而他们则是去抢夺蛟蛋，将其抱起，朝着洞穴口冲了出去。到手了，快撤！站住！你们这些小偷！是你！沈乐天皱了一下眉头，凶狠道：“不关你的事，赶紧滚蛋！”而在众人没有注意到的后方，我来到了那奄奄一息的玄冰蛟面前。哎，算了，要救你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想到这，我咬破了龙爪，将一滴血液滴在对方身上。既然有着一丝丝龙族的血脉，那么这个方法应该管用吧？下一秒，只见玄冰蛟的伤口快速愈合，体内仅存的寒冰气息也开始暴涨。仅仅10几秒的时间，刚才还濒死的玄冰蛟现在已经完全康复，甚至比以往巅峰的实力还要强大。他缓缓起身，向我低下了头，感谢前辈，您的大恩，我永世都不会忘记。对此，我只是随意挥了挥爪子，不用多礼，去吧，是时候让那些人付出代价了。记住，那站在洞口的少女，你不能伤她。洞口处，面对顾清寒的阻拦，其中一名学员再也忍不住了，娘的，沈乐天，你和这女人废什么话？去，把她撕了！就在他指挥灵兽准备出手时，唰，一张血盆大口从天而降，直接将那人活吞了进去。什么情况？其余人眼神惊恐地回头看去，发现那只濒临死亡的玄冰蛟竟然奇迹复活了。慌乱之下，众人连忙指挥着灵兽发起进攻，但根本对玄冰蛟造不成任何伤害，后者只是轻轻一个摔尾，便直接将那些灵兽给轰飞出去。看到身边众人一个个逃走，沈乐天心有不甘地将蛟蛋扔了出去，带着自己的灵兽逃出洞穴。短短数分钟时间，洞穴内就只剩下了顾清寒一人。嘿嘿，看来马克的计策成功了。洞外那只雄性玄冰蛟已经被攻击得不成样子，身子都只剩下了半截。就在他要被疾风鹰啄杀时，那只雌性玄冰蛟冲出了洞穴。这只玄冰蛟现在比他巅峰时期还要恐怖，仅仅是一个出面就压制住那2只疾风鹰，可他们却还不死心，开始不断骚扰进攻，直到我从洞口走出，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龙吼，这彻底让他们失去战意，跌跌撞撞地逃离了这里。此时那只雄性玄冰蛟只剩下了一口气，雌性玄冰蛟连忙赶过去，想要用寒冰之力为其疗伤，然而这点微薄之力根本不足以恢复。没办法，玄冰蛟只好来到我面前俯首在地，前辈，还请您出手救救他吧，我愿意将自己的寿核献出。顾清寒于心不忍，咬着嘴唇说道：“马克他好可怜的，你快救救他吧。”没办法，既然小韩寒都这么说了，我无奈地摊了摊龙爪，旋即来到那只快要咽气的玄冰蛟面前，将一滴龙血滴了下去。奇迹再度上演，玄冰蛟那被破坏掉的身躯开始逐渐增长，哇，居然立刻就恢复了。那是当然，这可是祖龙血脉，如果再多上几滴的话，搞不好这2只玄冰蛟就直接能第3次进化了。数分钟过后，那只雄性玄冰蛟已经完全恢复，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请您跟我们来洞穴一趟，我们有东西要赠予您。好，我就跟你们去里面看看。随即我飞到顾清寒身边，用肢体表达了他们的意图。这样啊，那好吧，在2只玄冰蛟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了洞穴深处，一面被冰封的墙壁前。这里有什么吗？就在顾清寒疑惑之际，玄冰蛟一头将墙壁给撞成了稀碎。走进去后，眼前的一幕着实让顾清寒震惊到了，寒铁矿居然有这么多，这是一种只有在极寒之地才会找出的矿石，不仅能帮助寒冰系灵兽提高实力和经验值，更是能制作出稀有属性的盔甲。马克，这下你的盔甲有着落了。顾清寒嘿嘿一笑，连忙走上前去采集。而此时玄冰蛟拿过来了一株冰蓝色的灵草，前辈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还请您务必收下。好强大的寒冰之力！这时，就在我准备询问时，顾清寒一声尖叫解答了自己的疑惑。什么？竟然连这种级别的稀有灵草都有？这是玄冰龙涎草，是冰系蛇类灵兽突破瓶颈的核心材料。不仅如此，它对治疗火系伤害造成的灼伤有奇效，经过特殊处理后镶嵌在武器上，会赋予冰冻的效果。总之，它的用处很多，珍贵程度无庸置疑。闻言，我回头看了一眼那2只玄冰蛟，你们确定要将这灵草赠予我？是的，前辈，还请您务必收下。可你们不还要依靠它进化吗？有了前辈的一滴血液，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这株灵草了。这样啊，那好吧，我收下了。哇，这一趟真是收获不菲啊！就在顾清寒兴奋不已时，突然想到了什么。哎呀，糟了，3天时间快到了，咱们跑这么远，就算现在赶回去也来不及了。前辈不用担心，我可以带着你们回去。下一秒，玄冰蛟将我和顾清寒轻轻放在头顶，然后如闪电一般冲出了山洞。与此同时，距离3日之约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，柳如烟率先赶了回来。如烟，你有没有看到清寒？看到了，恐怕现在已经变成玄冰蛟的腹中餐了吧？闻言，徐小燕愣了一下，你们遇到玄冰蛟了？不仅遇到了，我还见证了一场大战。只不过顾清寒贪心太重，去偷玄冰蛟的蛋，现在估计连尸体都不剩了吧？绝对不可能，清寒不会是这种人。徐老师，知道您不相信，时间会说明一切的。柳如烟冷漠地笑了笑，并没有解释太多。数分钟后，沈乐天狼狈地跑了出来，若不是他比较熟悉初始之森的道路，恐怕现在已经葬身在凶兽腹中了。天龙学院的导师席天瑞眼看他状态不对，连忙问道：“乐天，你怎么变得如此狼狈？”沈乐天大口喘着粗气，缓了好一会儿才将所遇到的事情说出。在听到丧失了3名学员后，席天瑞脸色越发变得难看。这件事如果让院长知道了，他的导师职位恐怕就不保了。而这时苍蓝学院的几人也逃了回来，他们比天龙学院
院的人还要狼狈。看到这一幕，徐小燕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里。他们真的去抢夺玄冰胶的弹了，那清寒岂不是也？随着时间只剩下3分钟，森林当中突然出现了一阵异动。这是什么动静？席天瑞立马召唤出自己的灵兽，将一众学员护在身后。唰，下一秒，那只玄冰胶猛地冲出了初始之森。我靠，竟然是这玄冰胶！不就是偷他几颗蛋吗？至于要追这么远？沈老师，就是他杀害了我们的学员。沈乐天没有回话，而是神色凝重地盯着眼前那只玄冰胶。毕竟这压迫感实在是太足了。待会儿我牵制住他，你们找机会跑。沈老师，连您都不是这只玄冰胶对手，废什么话？下一秒，玄冰胶缓缓抬起头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准备发动进攻时，其头颅上居然出现了一名人类。清寒。徐小燕揉了揉眼睛，确定了清寒并没有死。难道是玄冰胶把他送出初始之森的？这怎么可能？柳如烟脸色铁青，他怎么会没死？那只玄冰胶又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那么听他的话？就在所有人一头雾水时，顾清寒拍了拍玄冰胶的脑袋。好了，大家伙，我们到了，这次就辛苦你了，前辈，您的帮助玄冰胶一族永世不忘。倘若您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都可以来寒冰洞穴中。说完，玄冰胶便返回了洞穴。徐老师，我们应该没迟到吧？没有，还剩最后3分钟呢。那就好。徐老师，您清点一下，任务清单上的东西都齐了，不着急，回去的路上再看也不迟。徐小燕呵呵笑着，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而柳如烟则很是不悦，运气还真好，这样都能让你活下来。就算你用特殊方法控制了那只玄冰胶也没用，1个月之后，输的人只会是你。第2天一早，在得到徐小燕办理好的见习御兽师徽章后，顾清寒决定和闺蜜欣然前往锻造工坊打造一些防御装备出来。你好，我这里有一些寒铁矿，想打造3套装备。闻言，前台小姐闪过一抹震惊。要知道，一套装备包括胸甲、肩甲、腿甲、头甲、靴子，至少说也要花费几百寒铁矿啊。而他们的对话恰好被路过的工坊主管听到。依兰，你这看人的眼力也不行啊，怎么什么人都接待？你看他像是能掏出那么多寒铁矿的吗？面对苏湖的咄咄逼人，顾清寒语气平淡道：打造一套寒冰装备应该要400枚寒铁矿，3套则是1200枚。我要是拿出了这么多，你又该怎么样？呵呵，你要是真有，我就从这里滚着出去。闻言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顾清寒身上。清寒，要不才1200枚寒铁矿而已，小意思。说着，顾清寒取出储物戒，倒出1枚枚寒铁矿来。我去，这么多枚寒铁矿啊！这下锻造工坊可踢到铁板了。直到寒气布满了整个工坊，苏湖才逐渐回过神来。他喵的，我就不信你这里刚好有1200枚！不信邪的苏湖竟一块块数了起来。15分钟后，都已经数到手抽筋了，还有一半没有数完。一旁的依兰在帮忙计数，现在已经有1367枚了，加上旁边的，估计不会少于2000枚。既然这寒铁矿没有问题，那你就履行赌约吧。顾清寒和欣然往两边闪去，让出了一条路来。你不要仗着是九霄的学生就能在这里放肆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苏家的人。闻言，刚才还嘲笑的众人立马变得鸦雀无声。我去，他竟然还是苏家的人！凌渊城4大家族，苏家、安家、郑家、叶家，他们可是有绝对的话语权。看到苏湖拒不认账，还想以势压人，顾清寒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，并给了我一个眼神。见此，我快速飞向空中，一爪子将他拎来朝门外扔了出去。好，九霄学院是吧？就等着承受我的怒火吧！锻造工坊内的众人都惊呆了，这女人竟然有这份胆量。就算是4大学院之一的九霄学院与苏家相比，还是有一些差距的。依兰哀叹了一声，苏湖虽然嘴碎了一点，但确实是苏家的人，恐怕没关系。如果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让他直接来九霄学院找我就好。顾清寒淡淡说道。前世兽潮来临，凌渊城的诸多家族都在拼命战斗，唯有苏家选择了临阵脱逃。像这样的家族留着也是个祸害。依兰哭笑着摇了摇头，将地上那些寒铁矿全都收了起来。那就请您3天后来这里取装备了。好的。顾清寒点点头，带着欣然离开了锻造工坊。等两人离去数分钟后，依兰立马将所发生的事报告给了锻造工坊的会长。哦，你是说一名九霄学院的学生随手就掏出了1200枚寒铁矿？是的，会长。我在想，他会不会是那些世家子弟？那3套寒冰铠甲尽量打造的好一些，等他下一次来取铠甲时，记得提前通知我。与此同时，顾清寒告别了欣然之后，带着我来了学院副本入口处。马克，这一次我们还是去低级副本吗？我看着眼前副本分布，指了指中级副本的地图，低级的太没意思了，这个才有挑战性。好，那就中级。顾清寒淡淡一笑，选择了中级副本。下一秒，他的周围就出现了一道黑色的传送门。当看到顾清寒进入后，旁边众人顿时吓了一大跳。我去，顾清寒下的是中级副本，那不是初级御兽师才会进入吗？没过一会，这消息就传到了武林耳中。什么？清寒也太自大了！中级副本的凶兽最低都是15级，可他的灵兽才……而此时顾清寒和我被传送到了一片沙漠中。就在我正观察四周时，一直藏匿在沙子底下的蝎子突然发动了进攻。好在我反应及时，侧身躲避掉了攻击。马克小心，这是沙漠毒蝎，一旦被攻击到可能会导致神经麻痹。说罢，顾清寒连忙启动了防护罩，而我则是用洞察之眼查看了对方的信息。凶兽名称沙漠毒蝎，等级15，攻击50，防御37，速度48，技能沙地穿刺、蝎毒、沙盾。我顿时一惊，这属性竟然比暗夜狼王还要高一些。不过也好，杀了之后获取的经验值就能变多了。想到这，我主动发起了进攻，与沙漠毒蝎的双鳌对撞在一起。由于有着鳞甲防御，抵消了沙漠毒蝎的大部分攻击，于是我不断挥动着龙爪挠去，很快让它的生命值快速下降。
降。低级了的沙漠毒蝎开始利用尾部的毒刺猛烈进攻，只是准度实在是不太行，连扎了几下都没有扎住，反而被我一把抓住了尾巴，将其扯断。感觉到不敌后，沙漠毒蝎转身就要逃走，可惜被我找准机会一巴掌给拍成了稀巴烂。击杀沙漠毒蝎获得经验值加70。丁，您的等级提升到8级，获得依次抽取次数。抽取，恭喜你获得金词条。混乱大师在攻击或者被攻击时会有15%的概率让目标陷入混乱状态，混乱状态下的敌人会攻击错误目标，包括自己或随机单位，持续10秒，竟然能让凶兽触发混乱状态，这个还不错，就是概率低了点，有机会的话倒是可以试一下。继续升级，我开心的不得了，寻找起了附近的沙漠毒蝎，果然距离5-6米的地方又出现了一只。5分钟后战斗结束，这只沙漠毒蝎更惨，连跑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我撕成了2半。击杀沙漠毒蝎获得经验值加70，您的等级提升到9级，获得依次抽取次数。抽，我兴奋地挥舞着龙爪，恭喜你获得金词条，无限吞噬进化。难道获得的词条还能2次进化？吞噬能力不变的同时，击杀目标后同样会获得随机奖励。我去，之前是能够吞噬有灵气之物来获得奖励，现在击杀凶兽也能获得奖励了。继续，我的经验包你们别躲了。就这样，我在附近疯狂寻找起了凶兽。可就在这时，沙沙沙的声音突然传来，沙漠底下有东西正在缓慢移动着。别藏了，受死！我还是和之前一样一爪拍下，本以为能直接将凶兽秒杀，可没成想对方只扣了2点生命值。在我为此疑惑之际，沙漠下的东西终于是露出了真面目。马克，小心，这是沙漠蝎王，它的毒性非常强大，千万不要贸然出手。上一世，顾清寒曾遇到过契约了一只沙漠蝎王的御兽师，那人实力非常强大，仅仅一出场，其毒性就覆盖了周围数百米的范围，不管是吸入的异兽还是人类，都处于持续掉血的虚弱状态。想到这，顾清寒眼中满是担心，毕竟现在的我只有8级，而对方却是23级啊！听到提醒，我连忙查看了他的信息，凶兽名称：沙漠蝎王，生命值100，等级23级，攻击87，防御134，速度99，天赋天生毒体，技能沙暴尾针，流沙陷阱，毒物喷射。我去，这基础数字都快有3项破百了。看样子这家伙是一个极其难缠的对手了。不过把你嘎了之后，我应该能直接突破10级。想到这，我挥动龙爪冲上前去，绝对贯穿。沙漠蝎王嘶吼一声，挥动敖之和我对撞在了一起。仅仅是一次碰撞，我就感到了沙漠蝎王那强大的力量，即便用了技能还是处于下风。大不了就这样一直对碰，我有权利剥夺和混乱大师这2个金词条，只要触发一次你就必死无疑。就这样，我丝毫没有要后退的意思，尽管血量一直比沙漠蝎王扣得多，还是疯狂地发动着进攻。终于，在我连续不断的攻击下，总算触发了混乱大师的效果。我一喜，脱离战斗，连忙飞向了空中。而在沙漠蝎王眼中，我一直在与他战斗，甚至都用出了技能，用尾针不断刺激。不远处看到这一幕的顾清寒都懵了，这沙漠蝎王在干什么？在这胡乱攻击下，沙漠蝎王不慎攻击到了自己，而依靠祖龙血脉恢复完生命值的我也没有闲着，绕到了他后面使用太古龙炎。受到攻击后，沙漠蝎王立马就从混乱中脱离出来。啊！烫死本王了！我去，看来在他混乱状态时不能攻击啊！你这只矮虫子，我要踩死你！沙漠蝎王彻底被激怒，从口中喷出了大量毒物。尽管我已经快速躲闪，可还是被波及到了一点点，只会躲躲闪闪，有种和本王正面决斗。我一脸无语，老弟，你能打到我再说吧，你找死！就在沙漠蝎王准备发动进攻时，目光瞥到了不远处的顾清寒，这人类想必就是这小子的御兽师，我先宰了他。顿时，沙漠蝎王调转方向朝着顾清寒冲去。我去，你他娘活腻了，敢对我的小韩寒动手！我连忙追了过去，一发太古龙炎再次命中沙漠蝎王。想让我死，那我也得拉一个人类陪葬。沙漠蝎王快速将敖之插入沙漠之中，旋即地面开始剧烈震动，出现了一个巨大漩涡，朝着顾清寒扩散而去。马克接住我！顾清寒大喊了一声，朝着前方冲去。就在快要接触流沙时，他纵身一跃，正好被赶来的我接住。马克太棒了！我一笑，连忙将顾清寒带到了安全位置。转身看去，发现沙漠蝎王被火焰灼伤着，生命值也在急速流失。终于在5秒钟后，他直接被烤熟了。击杀沙漠蝎王，获得经验值144，获得沙隐护符，B 级钥匙，技能书沙暴。您的等级提升到10级，获得依次抽取次数。我去，没想到这只蝎子竟然报了这么多奖励。我并没有着急抽取金词条，而是先查看了一下这些获得的道具。沙隐护符，提高沙地环境下的闪避和隐藏能力。这道具在现在副本中倒是能起很大作用。毕竟钥匙可以开启沙漠隐藏副本，或者获得蝎王的宝藏。看来需要在周围好好调查一下了。如果能找到这只蝎子藏匿宝藏的地方，那可太赚了。技能书沙暴，召唤狂暴沙尘席卷战场，对范围内所有敌人持续造成土系伤害，并降低其命中率。这技能倒是不错，在沙漠当中或许还有奇效。了解完这些道具之后，我便开始抽取本次的金词条。恭喜你获得金词条，部分巨大化，可选择性将身体某一部分瞬间巨大化，获得局部强化效果。注：3分钟后会进入虚弱状态。好家伙，这能力3分钟真男人是吧？就在这时，顾清寒担心地跑了过来。马克怎么样？没有受伤吧？我摇了摇头，将开启秘境的钥匙拿出。这时，顾清寒脸色微变，立马
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一把普通钥匙，上一世他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钥匙，凭借此打开了一扇门，其中藏着许多珍贵的药材和兽核等等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我们赶紧在附近找一找，有没有能够打开的大门或者其他东西。在一人一兽不断的寻找之下，终于在西南方向发现了一处洞口，进入后里面有一道巨大的石门。就在顾清寒准备上前查看时，一根大木棍突然砸了下来，等到尘烟散去，这才看清楚面前站着的是啥生物。马克，这是半兽人，他们灵智不高，但是攻击力和防御力都很强。前世凌渊城遇到兽潮，这些半兽人是先锋冲在最前面，寻常攻击根本打不破其防御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视力不太好。马克，半兽人都是靠嗅觉来判断目标，找准机会可以直接攻击其头部，那里是他们的弱点。说着，顾清寒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躲起来，而我刚想出手，又一只半兽人从天而降砸在了地上。我去，两只半兽人，这下有的打了。眼看着两个兽人朝自己冲来，我闪避躲过，喷出龙炎反击，趁着他们被灼烧惨叫时，我找准机会使用龙爪撕裂逐个击破其弱点，击杀半兽人，获得经验值加150。丁，您的等级提升到11级，获得依次抽取次数，抽取，恭喜你获得金词条，1万暴击，每次攻击都有概率触发暴击，对目标造成的伤害翻倍，当前暴击概率为10%，这倒是有点用，只是这初始概率不是很高啊。随后顾清寒将那两只半兽人烤了，给我补充能量。吃饱喝足之后，一人一兽拿着钥匙来到了那处大门前，随着顾清寒将钥匙插入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那扇大门缓缓打开，可里面那里有宝藏，完完全全就是一处沙漠古城。难道我和小韩寒进入了隐藏副本？顾清寒也意识到了不对劲，走了2步之后便停了下来。马克，我们进入失落王城里了，千万要小心。他话音刚落，只见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个王座，其上尘土飞扬，很快就汇聚了一道人影。进入失落王城，已遇到隐藏 BOSS， 失落王城中的君主阿尔赫斯。果然，马克，我们遇到隐藏 BOSS 了。顾清寒脸色变得凝重起来，前世他也曾不幸进入到了隐藏副本，里面那只灵兽极其强悍，仅仅交手几个回合，他的灵兽就受到了重伤。好在顾清寒那时已经武道大成，才将那只隐藏 BOSS 给击杀。既然是隐藏 BOSS， 那他给的经验值一定非常多吧？把这家伙干掉，我绝对能完成第2次进化。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，副本 BOSS 缓缓抬起头，手中也凭空出现了一把权杖。闯入领地者死。马克，你千万要小心啊！我会尽快观察出他的弱点。我点点头，来到了阿尔赫斯面前，使用洞察之眼。凶兽名称：沙漠君主阿尔赫斯，生命值500，等级30级，攻击201，防御244，速度196，天赋沙化，技能沙之葬礼，沙之再生，形态转换。真不愧是隐藏 BOSS，500的生命值还是第一次见，还不了解他的攻击手段。先用一发太古龙炎探探虚实，面对我的攻击，只见阿尔赫斯缓缓举起手中权杖，召唤出沙漠之风，将太古龙炎包围，同化成了沙块。这能力有点意思，我一怔，连忙将之前缴获的沙影护符带上。而此时阿尔赫斯发起了反攻，举起权杖迅速挥来，我立马用龙爪进行回击，只是对方的生命值并没有因此减少，反而让我感觉到了龙爪上的异样。这权杖有古怪，我急忙挥动翅膀向后退去。这时我惊讶地发现，自己的龙爪竟然化成了一滩沙子，能让身体沙化的能力吗？好恐怖！好在祖龙血脉能快速恢复，3秒钟后龙爪又变回了原样。而阿尔赫斯也没闲着，将权杖缓缓插在地上，周身逐渐形成了一片沙之海洋，朝着我杀了过来。要是被卷进当中，那可就糟糕了。我立马转身跑去。与此同时，顾清寒正观察着那片沙海的突破口。这种强到覆盖全地图的技能一定有薄弱点，果然还真让他发现一处别样的地方。马克，这沙海正中央有一处漩涡点，用全力去攻击那个地方，一定能将其打破的。闻言，我停了下来，转身看去，部分巨大化时间冷却到了，终于可以用了。我一喜，连忙将自己的龙爪巨大化，随即出手攻击了那一处漩涡点。哗，命中要害后，沙海开始逐渐消散。阿尔赫斯同样失去了不少生命。趁着最大化的这段时间，我发起了猛烈进攻，现在有权力剥夺混乱大师这2个金词条，只要触发其中一条，阿尔赫斯就必死无疑。轰！这样不断交手了5、6次，终于词条效果触发了，混乱大师触发，阿尔赫斯已进入混乱状态。眼看他伤到自己，把生命值降到了247点，我可不会放过这个绝佳时机。一发太古龙炎猛地射出，这一击下，阿尔赫斯生命值只剩下了最后100点。可我依旧没有放松警惕，因为洞察之眼看到了他拥有3个技能，从刚才到现在只用了2个，还有一个技能形态转换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这家伙肯定还有后手，还是小心为好。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，阿尔赫斯身体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居然变成了一条巨型沙虫。看到这一幕，顾清寒心头一惊。马克，这是他的第2阶段。我点了点头。转换形态嘛，3个技能这下终于是齐了，只是这样子反而没之前有魄力呢。在我心中吐槽时，变成巨型沙虫的阿尔赫斯突然遁入了地下。好在我之前吃下半兽人的肉，获得了超长嗅觉的能力。在这里，我俯冲而下，对着一处沙地猛地一拍，这一掌下去，阿尔赫斯只剩下了50生命值，但我的部分巨大化也结束了。可恶，部分巨大化效果消失，马上就要进入虚弱状态了，就差一点。这时阿尔赫斯从
从沙土之下钻了出来，趁着距离虚弱状态还有几秒钟，我挥动龙爪与其撞在了一起。惊喜总是在突然的时候降临，亿万暴击效果触发，伤害翻倍。阿尔赫斯生命值减60，金词条多的感觉就是好啊！我激动到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虚弱状态，径直从空中掉落下来。马克，顾清寒急忙冲上前去将我稳稳接住，同时眼中满是震惊和欣喜。马克，你击杀了隐藏 BOSS， 你就是我的神啊！与此同时，副本结束的声音响了起来，恭喜通关隐藏副本，获得称号沙漠中的独行者。装备此称号后，您在任何沙漠副本中全属性增加20%，且不再受地形影响。马克，我们获得了个成就。闻言我也很是高兴，不过更在意的是能获得多少经验值。击杀阿尔赫斯，获得经验值640，我去，这都抵得上杀好几只半兽人了。丁，您的等级提升到15级，开启第2次进化。下一秒，我只觉得一阵困意袭来，紧接着一道巨大的白光将自己全身包围。这时马克的第2次进化，顾清寒欣喜。而此时王座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传送门，只要走近便可离开此地。顾清寒并没有着急走出，而是将保护罩放在了周围，他不希望有任何东西能干扰到我第2次进化。一般副本结束后都会有2个半小时的等待期，只要在这期间马克完成了第2次进化，那么就问题不大。趁着机会，我来找找周围有没有什么宝物。想到这，顾清寒便四处寻找了起来。没过一会儿，真被他找到了阿尔赫斯藏匿的宝物，这是沙之皇冠。前世顾清寒四处历练时，在荒漠中遇到了一名御兽师，对方看上了他的美貌，起了歪心思。不过那御兽师的灵兽等级比较低，没过几招就败下阵来。可这时他却拿出了沙之皇冠，佩戴后竟能驱使沙漠当中的所有灵兽。可惜即便是如此，他依旧败了。那沙之皇冠也随之掩埋在了沙漠中。没想到兜兜转转在这里遇到了。将沙之皇冠收好之后，顾清寒就把目光放在了一旁的沙漏上。这是10只沙漏，我的天，这地方怎么会有这种级别的宝物？顾清寒惊呆了，他十分清楚这10只沙漏的能力极其逆天。其1时间回速，能将100米范围内的时间倒流至3分钟以前；其2时间加速，能让特定对象或区域的时间流速加快。2个效果都需要3天时间冷却期。不错不错，这一次是太赚了。至于剩余的2件宝物，一件是阿尔赫斯曾经使用过的沙漠铠甲，防御力强大，能用沙子抵御敌方的部分攻击；另一件是空间锚点，将其安置在随意一处地方，可传送到附近。而此时九霄学院外，距离顾清寒进入副本已经过去了3天。武林很是担心，时不时会来门口看一眼。今天他像往常一样来到这，却发现此地已经汇聚了很多人。你们围在这里做什么？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今天是柳如烟下副本的日子，我们就来看看。对啊，我听说他的灵宠等级已经达到了11级，而且实力极为强大。在万众瞩目之下，柳如烟得意洋洋地开启了终极副本。哼，顾清寒，没想到你对自己的实力这么没有认知啊！终极副本可不是你这种人能够挑战的。与此同时，我的进化也来到了尾声，只听见咔嚓一声，包围着我的白光裂开了一条裂缝。哇，马克，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大？感受到身体发生的巨大变化，我也是一惊。丁，进化完成，奖励天赋大小控制，可以随意控制自己的体型大小。当前您的基础数据已提升至最高，若想继续提升，需要特殊材料进行突破。姓名马克，种族龙族，生命值999，防御999，魔法999，攻击999，速度999。真不愧是龙族啊，这数据也太逆天了。马克，你现在变得这么大，我都抱不住你了。闻言，我立马用了大小控制，将体型变回了原来的模样。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体型吗？见此，顾清寒激动地将我抱在怀里亲密。副本时间快到了，我们快出去吧。此时九霄学院，柳如烟已经选好了终极副本。就在他要进入的前一秒，左侧突然出现了一道传送门，那里是怎么回事？好像是有人从副本里面出来了。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，顾清寒抱着我走出了副本。怎么可能？他居然平安无事的出来了。也就是运气好罢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小兰，我们走。说着，柳如烟便带着灵兽进入了终极副本。武林小小的惊讶了一下，赶忙走上前去。清寒没事吧？谢院长关心，我没事。武林点头，旋即目光看向了我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小家伙与我上一次见到他时那种感觉完全不同，难不成真的像清寒说的一样是龙族？看来我得去好好调查一番了。想到这，武林遣散了正在看热闹的众人。清寒，你辛苦了，先回宿舍休息吧。好的，院长。顾清寒点了点头。休息一会之后，还得去锻造工坊里拿盔甲呢。与此同时，被赶跑的苏胡正带着苏家人在锻造工坊里闹事。我说过我还会回来的，那女人呢？苏胡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这里可是锻造工坊。那咋了？我在这里挑事，难不成左老头还敢直接去找苏家的麻烦？你竟然敢这样说会长！眼看两人还要继续对下去，旁边个子高大的苏家人立马出来说道：好了，废话就暂时说到这里吧，让左老头出来吧，你们还没资格与我讲话。至于你，马上去九霄学院通知那女人。没有办法，依兰咬着牙赶往了九霄学院，其他人则将此事告知了左成天。没过一会，左成天便来到了现场。左老头，我弟弟是在你们这里出事的，总得给我一个交代吧。我还听说那女人在你们这里打造了3套寒冰铠甲。说着，苏峰眼中闪过一抹狡猾，他来这里帮苏胡出头是其一，更重要的是要得到那3套寒冰铠甲，把那3套寒冰铠甲交给我。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这3套寒冰铠甲并不属于我锻造工坊，让我把它交给你，这是万万不可能的。况且你就这样明目张胆的来我锻造工坊找麻烦，究竟是苏家家主的意思，还是你自己的意思？他喵的，这家伙果然没那么好骗。看到苏峰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左成天接着说道：如果我将这件事告知苏家家主，你应该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吧？
就在二人哑口无言时，依兰成功找来了顾清寒。哟，总算是来了。看到顾清寒那绝美的容貌之后，苏峰顿时就动了歪心思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肯陪我一晚，之前的事情就这样算了。他喵的，这人竟然敢打小韩寒的主意！看我！就在我准备动手时，顾清寒轻轻拍了拍我的脑袋。马克，不用着急，我们有的是办法收拾他。说着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朝着苏峰发起了决斗。不用那么麻烦，你若是决斗能赢我，那就随你。哈哈哈，那可太好了！就你这四不像的废物灵兽也敢和我的灵兽打，让我来教教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战斗。话落，苏峰便带着众人走出了锻造工坊。小姐，您怎么能答应这无赖的要求呢？他的灵兽是一只史诗级的冰霜蜘蛛，实力非常强大啊。这时，左成天将做好的3套寒冰铠甲拿了出来。抱歉了，这件事因我们而起，此事结束之后，我们一定会给你满意的补偿。这冰霜铠甲能够很好的抵御攻击，穿上它之后，你的胜率会大大增加。先放着吧，还没有那个必要。决斗场上，顾清寒淡淡说道：“你们2个人一起上吧。”呵呵，真是好大的口气。出来吧，冰霜蜘蛛！随着苏峰话音落下，一只幽蓝色的蜘蛛出现在了决斗场上，顿时整个场地就被一股寒流所侵袭。我去，这就是史诗级的灵兽吗？竟然能改变周围的环境！而此时苏虎也召唤出了自己的灵兽鬼脸鳄，光凭那一只史诗级灵兽就已经能决定胜负了，这还多了一只，有什么好打的？在众人的嘲讽声中，我出手了，天赋大小控制。下一秒，一只体长超过30米的巨龙出现在所有人面前。不是，这对吗？如果说刚才冰霜蜘蛛带给他们的是震惊，那么我带给他们的则是恐惧。这他娘是什么东西？苏峰嘴角一抽，整个人都麻了。冰霜蜘蛛，快进攻！可显然我的动作更快，甚至都不屑用洞察之眼去查看冰霜蜘蛛的信息，只是用龙爪朝着地面这么一拍，轰！整个决斗场都为之一震。等到烟雾散去之后，这2只灵兽完全成了碎片。不可能的！苏峰气急攻心，直接喷出一口血来。苏胡更是脸色苍白，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。站在最高处的左成天目睹一切后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绝对不是普通的灵兽，况且他这样子，我似乎在某本古籍里见到过。这时顾清寒已经离开了决斗场，在依兰的带领下回到了锻造工坊里。这就是你定制的寒冰铠甲，检查一下吧，小姑娘，这铠甲做得很不错。对了，小姑娘，这灵兽很是稀有啊，是什么种类呢？